我們把台灣、日本、韓國3個國家投在 AI 上，韓國730億美金，日本650億美金，台灣10億美金啊！台灣的錢花到了，嘿嘿嘿嘿嘿！台灣這幾年向美國採購無人機啊，史上最大單次軍售110億美金，特別預算裡面光無人機就編了3350億。我們的努力呢，就是嘴巴講 AI， 其實很 BI。對外，我們在 AI 這張牌桌上面籌碼只有日韓的零頭；對內，我們就算突然想加碼、想大蓋資料中心，也會撞上缺水、缺電這道牆。台灣的部分你就當笑話聽啦，先笑，笑完再哭啊！台灣的問題不是不想蓋，是蓋不了。我們先講電，台電2026年6月18號公布的官方報告裡面，數字其實還算穩。2025年全年綠燈天數342天，聽起來不錯，對不對？但你去看那個夜間峰，2025年9月17號那天晚上，備轉容量率一度只剩下3.8%，亮橘燈啊！橘燈是什麼意思？橘燈就是供電警戒，離限電只差一步。2026年1月8號又一次橘燈，剩4.4%。而更關鍵是這個哦，台電自己估計未來5年新增的用電需求超過5個 GW， 主力就是半導體加 AI。有報道估計到2027年，光是台灣 AI 相關的用電就可能佔到全台灣的12%，超過一整座核三廠的發電量啊！然後你知道政府做了什麼了嗎？經濟部實施了一個東西哦，叫做桃園以北 AI 資料中心禁設令。你聽懂這句話的重量了嗎？政府等於是官方承認北台灣電已經容不下大型 AI 資料中心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核1、核2、核4原來都在北部啊，你自己把它都廢掉，不准蓋了。現在北部沒有電，你還要抱怨南電北送哦？媽，數學是狗教的，是不是？水也一樣。台灣的科學園區這幾年靠着再生水廠、跨區調水撐着，短期還沒有出大事。但《紐約時報》、日經還有台灣自己的 DSET 報告都點明了，台灣的半導體跟農業還在搶水，氣候變遷只會讓這個結構性風險越來越嚴重。我們把台灣、日本、韓國3個國家投在 AI 上的國家級決心擺在一起看。在聽直播的各位，你看到那個對比了嗎？韓國730億美金，日本650億美金，台灣10億美金啊！刺激的地方就在這裡。台灣的錢花到了，嘿嘿嘿嘿嘿！台灣這幾年向美國採購無人機啊 ，MQ-9B 4架6億美金，獵惡專案刺殺無人機3.6億美金。2025年12月那筆史上最大單次軍售110億美金，裡面塞了一大堆無人機，國內自己還有500億台幣的無人機標案，特別預算裡面光無人機就編了3350億。我沒有說無人機不重要，烏克蘭戰爭告訴我們無人機很重要，這個我認同。但問題是，這個世界打的下一場仗，除了看得見的無人機，還有看不見更根本的仗，叫做 AI。那場仗打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，誰的 AI 強，誰就掌握了認知，掌握了效率，掌握了未來10年的產業命脈啊！我們的努力呢，就是嘴巴講 AI， 其實很 BI。這就是台灣的商人真相，而且是雙重的商。對外，我們在 AI 這張牌桌上面籌碼只有日韓的零頭；對內，我們就算突然想加碼、想大蓋資料中心，也會撞上缺水、缺電這道牆。政府自己都說北部不能蓋資料中心啊，我們不是被民主綁死的美國，美國好歹是有一手好牌打不出去。台灣的問題是，這一手牌啊，我們根本沒去拿。只要一個政府天天喊台灣要抓住 AI 機會的時候，你就要問他2個問題：第一，你的 AI 預算是幾個億還是幾個兆？第二，你要蓋 AI 的地方有水有電嗎？